Alright， 我现在人在葡萄牙 Porto 的 Douro Valley 这边来试驾这一台全新的 Smart #5。这一次要加的这个就是刚刚才发布的 #5 Brabus， 它是一个有626 PS 跟700多牛米的0到100 3.8秒的极致版 Smart #5。那它跟我们过去试驾过的 #1 跟 #3 不同，这是 Smart 集团一个全新的集聚，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一台 D segment SUV， 有100 kWh 的3元锂电池，然后它是一个800V 的平台，15分钟就可以从10充到80%。那大家都知道，现在 Smart 是由这个吉利跟 Mercedes-Benz 50% 合资打造的一个品牌，所以它既有中国电动车强大的技术实力，它也有欧洲 Mercedes-Benz 负责设计。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被号称全世界最美的一条公路 N222 公路这边。一条卡车经过，所以我们就要来体验看一下这一台 Smart #5 这个号称世界上最美的一条公路这边的感觉是怎样。从影片开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 Alright， so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葡萄牙的 Douro Valley 开着这个 Smart #5。所以这种石头路就是在欧洲大陆相当普遍的这种有点鹅卵石路这样子的感觉。So 这样子的路，它其实怎么讲？它对悬挂的考验很重要啦。如果你是那一种一般的悬挂，你就会 feel 到一只车子很弹跳。所以这一台 #5 我开着的这一台，它是有626个 PS 720牛米的0到100 3.8秒因为它是 Brabus 的版本，所以但是我们走的这一条路，它不太适合拿来施展 Brabus 的这个能力啦。可能 Autobahn 德国的高速公路没有 speed limit 的高速公路会比较适合。可是有时候你买这种Brabus 或者是你知道吗 AM 还是 AMG，它更多时候尤其在欧洲啦，你需要的是它在低速的时候给你 effortless 的感觉，而不是说真的是一直处于那种很高转，然后引擎一直很躁动的情况。它 more on 是一种 status 啦。OK， 我买到 Brabus， 这是一种怎么讲？就是我车子比别人有力，我可以在更加低速的时候就能够有 effortless 的感觉啦。那其实，在欧洲这边，安排在葡萄牙试驾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讲，在葡萄牙或者在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就是象征着以阳光，一年到头这个四季都相对比较稳定，阳光充足，所以在欧洲、南欧啦葡萄牙、西班牙试驾车子，它是一种很经济，就好像可能我们去泰国，我们去普吉试驾车这样子啦。OK， 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鹅卵石的路了，但是这边还是不能太快了，只是轻轻的加速。OK， 非常的舒服然后你 carry 这一个 Lamborghini Urus 的 power figure 可是当你加慢的时候，你并不会有那一种很急的感觉的，就是顺，非常的 smooth， 非常的好开。再连续前面讲的这个为什么在葡萄牙试驾，因为我们这一次在葡萄牙走的这一条叫 N222 公路，它被票选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公路，最美的试驾路线啦。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整个地形它有梯田，有很多 vineyard 葡萄庄园，花花草草啦，然后又看得到河看得到，甚至看得到 cruise 它虽然是一个 river， 不过那个 river 是船可以进去的But personally， 你问我觉得这个 view， 我不会说真的觉得它是最美啦，因为我来之前我在网上 search 说看一下它的照片怎样，我有一个印象我可以知道我来这边可以预先看到不同的东西，它就让我想起每一次我看CNN、BBC， 他们会票选说全世界哪里一个国家最多美食。OK， 全世界哪里一个国家东西最好吃？那可能 CNN 会讲 ，let's say 啦，阿萨姆拉萨，槟城阿萨姆拉萨，然后新闻就出来说 CNN 评选阿萨姆拉萨为全世界最好吃的一种食物。那这个东西出来就很多人会不同意嘛，说阿萨姆拉萨为什么是最好吃？有些人觉得阿萨姆拉萨很臭，有些人觉得阿萨姆拉萨不好吃，有些人觉得阿萨姆拉萨很辣。所以我觉得食物这个东西就像车子的美观，车子好看不好看，车子很美很丑，它有时候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讲。就好像这一台 Smart #5你看 #5
虽然都是新时代的 Smart 家族 ，I mean when I say 新时代就是吉利50%，Mercedes-Benz 50%的这个合资关系，所以跟我们过往maybe 2022年之前认识的 Smart 是不同的东西啊。OK， 情况类似，有一点类似吉利跟 Lotus 啦，把在 Smart 的情况就更加的特别，因为 Smart 是一个。品牌个性非常非常鲜明，它最早就是 Swatch Mercedes-Benz Art， 所以有 Smart 这个字嘛，就是一个Swatch version 的 Mercedes-Benz， 所以它主打的一直都是亲民小巧。可是这个 Smart #5 它一点都不轻，它一点都不小，它是一个轴距2900mm 的 D segment SUV， 也应该是 Smart 集团里面的一个新的 segment。你觉得 #1、#3 已经很大了？没有，这个是 next level， 它更另外一个尺寸的大。它的对手就是像maybe Tesla Model Y、Kia EV5，它甚至你看它的 wheelbase， 它的车长，它已经接近 BMW iX EQE SUV 这样子了。那 Smart #5 呢是一个 D segment 的电动车，D segment 的电动 SUV， 所以它的后排空间。肯定是相当的大。然后在中国市场呢，他们主打说 #5 的得房率 85%。那什么叫得房率呢？就是说在相同平台，在有限的平台里面，它能够制造多少空间？你从外观上、造型上看得到，它的这个 C pillar、D pillar 这边呢，它整个就是非常的方形 boxy。那这个 boxy 呢，也直接让到它的头部空间非常非常的宽敞，要翘脚等等。那这些东西其实大部分的车子都差不多一样，你不就是更长更宽咯？但是呢，它有这个一键向后的功能，这种是只有在豪华 MPV 才会给你的东西。你按那个 button， 前面的椅子会往前推。当然，我现在在欧洲 left hand drive， 所以这个椅子是往前。在马来西亚的话，驾驶坐在这边，它就是这边往前。OK， 我知道一定会有观众问这个问题。所以椅背也是能够去倾斜，所以椅背倾斜之后看到吗？我身高178cm， 我的脚可以这样子，筋不是很松啦吧？可以这样子啦。OK， 我甚至还可以动到车顶去了。所以这个 Smart #5它也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在欧洲市场很多人觉得需要有这么大的空间，而且你的两个椅背它还可以往下倒，然后你就可以放铺床单可以在里面睡觉，可以在里面露营等等。所以大已经不足以用来形容它，它完全就是以打造一个露营车这样子的概念来设计它的空间。当然这边有两个冷气出风口，一个60瓦的 USB Type-C 跟一个普通的 USB Type-C。因为这台是 Brabus， 所以我们看到的安全带是红色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 Carbon Fiber 的饰板，还有 Dinamica 超细纤维，包括一些奥坎塔拉包裹的这个方向盘。也就是说，你买到 Brabus 版本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标配。你不可以讲我要 Brabus， 我不要这样的内饰。或者我要这样的内饰，我不要 Brabus， 没有 ，OK， 它是一个 package 来你的啦 ，right， 所以一直更多详情，等到它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你就亲身上去试驾一下，试坐一下。那你看它这个好像飞机上面的那个阅读灯这样子，也是非常的特别。按下没有了 ，OK，let's go。这一台 #5 它用的这个电池是100 kWh 的 NMC 3元锂电池。So 你在今时今日你要为电动车增加它的续航里程，基本上你有3招啦。第一招就是你把它的风阻系数做到很低，0.219啦，0.22啦，小鹏啦 ，Tesla 啦，蔚来啦，大家都在玩这个数字。但如果你一味的去追求说你要低风阻系数，你就会全部长得一样，一模一样，一条车灯细细。整个车子很像一粒鸡蛋这样子 ，Tesla、小鹏大家都在玩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就没有掉自己的个性，你就没有掉你的 characteristic。So 我觉得 Smart 就不理它了，因为你看这个 #5 的风阻系数0.27 CD， 我没有记错，那天我驾那个GLC Coupe 油车来的那个是 petrol car 来的都是大概0.27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看了都懂啦，你看它的车侧、车头。还有它的side mirror，那你可能会有低风阻系数，所以这个当你不能够 contribute 0.219的风阻系数的时候，你要怎样能够增加车子的续航里程？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你要有很强的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可能好的车好的 BMS 1个 kWh 可以走7公里8公里，这是第二招。So 我觉得对 Smart
对吉利集团来讲，第二招不是不是他们最强的地方啦，所以就来到了第三招。第三招就是堆电池。所以我这台 Smart Hashtag 5呢，它的 WLTP 是540公里compared to Hashtag Y Hashtag 3 Brabus， 我觉得540是非常的多了。但是这个是建立在100 kW， 哇，100啊，很大的电池啊。So 540 km WLTP， 我们都知道它不是 LFP，so 你不能够充超过 80%， 你不建议充超过 80%， 然后你用到 20% 你就要走充电桩，所以你要拿540 minus 40% 就是300多 km。 如果你充完100你马上走 OK， 你不要 keep 着那个 100%或者 keep 着 90% 绑在那边，那个对电池是很大的伤害来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条风景如诗如画，这个每一秒都像 postcard 的这个场景啊，这条 N222 的公路，开着这一台 Smart Hashtag 5 cancel Alright, so 加速 OK。 那这台 Hashtag 5呢，它有 Driving Mode， 我们刚才在 Comfort Mode， 我们现在去到 Sport Mode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多一个，就是只有在 Brabus Version 它才会有 Brabus Mode 啦。你不会因为你一开 Brabus Mode 它就马上有那个微引擎声啦 kick in， 你还是需要进去这边 Virtual Engine Sound， 所以它有一个叫 Roaring 的。我现在没有踩踏板啊，放慢 Downshift OK 3 2 1 OK slow down， 还没有 Downshift， 几时会 Downshift？ OK 有 Downshift 吗？ Brake 我踩 Brake 啊 Brake Downshift OK forget about it So 除了 Roaring 之外，它还有 Supersonic， 有 Swift， 我觉得这个 Swift Suzuki Swift 的 Swift OK 这个声音我可以接受 Hashtag 5用这个引擎声浪啦因为你是电动车嘛 OK 像 Iconic Sounds Electric OK 完OK， so 回到刚才讲的，为什么会在欧洲？为什么我们会被 Spark Malaysia， 我们会被 Pronet 邀请来欧洲试驾？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 Smart 很多东西都是交由在杭州，在浙江杭州的吉利总部那边去进行处理，包括它所有的 hardware。可是针对 international market 海外市场，它还是由 Smart Europe 在做整个说明包装一些细节的东西，这个也就是 Smart 的意义，这个也就是 Joint Venture 的意义，也就是吉利跟 Mercedes-Benz 一起合资一起partner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汽车市场，中国有很强的电动车的这个实力，电动车的技术，电池技术，宁德时代的电池，中国的电机，中国的电动马达，但是客户的 preference 到底客户们喜欢开怎样的车，到底欧洲人喜欢开怎样的车，这个东西 Mercedes-Benz 比吉利 Mercedes-Benz 远远的比吉利了解要怎样来 tune 这辆车子。所以我们这一次开的所有的这个 Smart Hashtag 5 Brabus， 它的车牌都是 Deutschland D，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 Baden-Württemberg 就是Mercedes-Benz 的这个所在的 region 的注册的车牌这样子啦，它不是葡萄牙So after 我们这个媒体试驾活动之后，他们会把这台 Hashtag 5可能途经西班牙、法国、瑞士、意大利，再回去德国 road trip 开回去。我们这次没有开回去德国啦，我们还是在葡萄牙这边去享受这个美景。它是一台针对欧洲驾驶者来调教的底盘悬挂，包括它的转向。所以刚才我即便在这么小条的路其实如果我不看照后镜，我不看side mirror，我不会觉得自己开这一台2900mm 2378 kg 的100 kWh 的 EV
呀，不会的，因为当你看 spec， 你会给 spec 吓到啦。但是我们是开车，我们不是开 spec 嘛，有时候你知道吗？你还是真的要，你知道吗？真的要 on road 去抓着 steering 加速过弯，你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 Smart Europe 会选择在这么一条，你知道吗？看起来不太适合 #5， 比较适合 #1。或者 Smart for 2、Smart for 4的一条道路 ，Smart 品牌在欧洲大陆，你不要开玩笑 ，Smart 它都是 park 在 Mercedes-Benz 的 showroom 一起卖的，I mean 他们本来就是一起卖的东西了嘛，它有一点像 BMW M-Mini， 它又有一点不同这样子。So 呀，我觉得关于 #5啊 Brabus， 我觉得就驾驶方面，我还没有去到 highway 啦，我觉得无可挑剔，800V 的平台，100 kWh 的 battery 加速。anytime， 你就是敢去 corner。OK， next。呀，2300多公斤，我们载了3个人，4、5个 luggage。给我。OK，slow down，corner 没有车，我去对面的 lane， 加速。OK，brake。OK，corner。OK，50。这个的确它有打破我原先来这边的一些预想。我原本觉得说可以嘛 ，2.4 担的车，这么大的车，这样小条路，结果我开着，我觉得可以啦，这个车真的，你看。因为昨天工程师有说，他们真的是针对欧洲市场把悬挂调硬，比较 stiff， 然后它 stiff 到来它不会不舒服啦，你知道吗？有时候I mean 好像有些 brand 砰这样子，你会很跳，没有哦。Oh shit， man。OK， so 现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可以看到整个，我觉得这边海拔应该有500到1000吧，可以看到整个Douro Valley 的这个真的是 Valley 嘛，你看到整个 Valley 这样子。Stop 吧 ，OK。Oh my god! What the fuck? Thanks, bro. Sorry, it's okay. Ending. Action. OK。So 再次感谢 Pronet Proto New Energy Technology 邀请我们来到葡萄牙 Proto 的 Douro Valley 试驾全新的 Smart #5。那我目前它还没有在马来西亚发布，我们不知道多少钱。不过我自己大概卖一个300多钱是刚刚好的，因为它真的是有双马达，有你知道吗？从540到590公里的 WLTP 续航力，100 kWh battery， 重点是800V 的平台，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从10充到80%。昨天我们还看到它一度可以去到超过400 kW 的 DC。所以这台Smart #5啊，这是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在这一条号称世界上最美的公路 N22 葡萄牙的这个Porto 的公路这边来试驾这一台车子。那至于详细的 spec 呢，我们就要等到 Smart Malaysia， 等到 Pronet 再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揭露，我们才可以知道更多。那关于这个 Smart #5， 你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记得留言在底下，我们一起来讨论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正要买一台 D segment SUV Smart #5， 相比较同价位的对手、同尺寸的对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 And 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那在酒店大厅门口呢，就摆着了一台 #5， 这个不是 Brabus 啊，这个是应该是 Premium 还是 Pro， 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像 Premium SUV 这样子啦。它没有说太过越野，像那个 Summit Edition 就非常的越野。然后再来，因为它的这个地方啊，得房率很高啊，中国叫得房率啦。然后后车尾的话，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啊？你注意看它，其实它的车尾 LED 跟车头是很像的，就是把车头 copy 来车尾，但是它用了红色的 LED 灯这样子。所以这一台车子啊，它是一个，因为这个 D segment SUV 的市场是相当的拥挤啊，它必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走出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这个风格，它才能够让大家记住它，才能够让大家记得它。So yeah, let's go.